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身着虚妄法，坚受不可舍啊。这句话是《法华经·方便品》里面的经文，什么意思呢？我们分两个版本来解释啊。第一种是对已学佛者啊，第二种是尚未学佛者啊。那第一种是对这个已学佛者，意思就是说，深深执着在过去自己心中存在已久的定知定见。你以前是拜佛、信佛、念佛、求佛，现在请你更上一层楼啊，走入菩萨道，由小圣进入大圣啊，由现结走入行证，化为行动。但是你对自己过去长久以来所学习的这个修炼方法呢，不肯舍离啊，也不肯调整哦。这种知见呢，不但复杂，还牢不可破，很难动摇你啊。这个叫做身着虚妄法，坚受不可舍了。第二种解释是对还未学佛者啊，意思就是说，深深执着在虚妄不真或不对的事情上面，固执的接受它，舍也舍不掉，改也改不了。举例来说，大家更清楚了，叫你不要那么爱发脾气，怎么就是改不了？叫你不要那么倔强，不要那么任性，你自己辛苦也给别人困扰，怎么就是改不了？叫你不要再烧金纸，烧金纸不会保平安发大财，反而造成空气污染，这个就是一种陋习呀。请你不要杀鸡杀鸭杀猪来祭拜，你偏偏杀了一堆，结果杀业全部算在你身上，这个观念你改也改不了。跟你讲命运不好，不是改风水或改名字，也不是去寺庙里面点灯，也不是求算命的帮你改运，而是自己要懂得改习惯跟改观念，不听就是不听，等等，这些都叫做身着虚妄法，坚受不可舍啊。这就是习气啦。只要还未成佛，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习气。一个人如果心中经常是身着虚妄法，坚受不可舍啊，心中装满了自己的定知定见跟妄知妄见，主观偏见，当然就没有空间植入正知正见啦，都塞满了这些不好的东西，不是吗？那知见不正，当然就容易造成无明了，也就是糊里糊涂、懵懵懂懂啊。所以无明的种子如果不除掉的话呢，无明还是会继续生长哦。就算你用那个石头把它压住啊，它还是会，这个种子还是会从那个石头缝里面发芽生长一样哎。而要除掉这种无明种子啊，就要从习气下手啊，这个就工程浩大了啊，可以说是我们的心灵的希望工程啊，到死都不会完工啊，除非成佛了啊。有一位海外志工啊，他长期这个肺部受到这个肺部跟这个气管的这个束疾所苦啊，常常一会突然间病情发作，而影响正常的工作。有一次我们跟他同车去访视啊，在半路上他突然病情发作，那我们就要把车子停在路边，让他下车下来休息一下。那他四处求医，无法诊断这个病因是什么，他也深受折磨。后来我们安排他，请他来，他是海外志工，我们请他来台湾去台北新店的慈济医院的看诊。那在这个院长跟医师的医疗团队的用心诊疗之下呢，终于找出病因的啦，也开长期的药给他服用。哇，大家都为他感到庆幸啊！先西恩主然后啦，他算是有福报了。后来几个月后，我到他们国家去会晤关怀，就看到这位志工我就关心的问他现在病情如何了，就问他了有没有好转了？他回我说稍微有好一点啦，吃的药稍微好一点啦，但是我们这边的民间都认为西药不可以乱吃，会影响肾脏，所以医师开的药我只有在病发作的时候再吃啊，平常我不敢乱吃
那我就回答他了哈，我说你好不容易找到病因了，也有缘碰到良医啊，医师都开给你长期的药了，要指示你每天都要照时间吃的，不是叫你紧急才吃的嘛，医生没有这样子讲嘛，你没有照医师的指示去服药，这样病怎么会好呢？你按时吃药才是正常服药嘛，这是预防病情发作，没有照规定吃，那才是乱吃药。等病情发作才吃，这很严重的啦。这个时候可能吃药都会来不及的啦。我并且跟他说，如果担心服药会影响肾脏，那也是要亲自来问医生啊，由医生来决定如何在不影响肾脏的情况下，也把病医好呢。肾脏跟你的数级两者要兼顾，那才是上策嘛。你不能依自己的主观跟定见跟偏见呢，片面去停药嘛。这个就好像高血压患者每天要定时服药一样嘛。你没有定时吃药就很危险嘛，甚至小病会拖成大病，而造成致误嘛。那不信任医师，不照规定吃药，再怎么医术精湛的医师来医你，都无法治你的病啊。这个就是典型的身着虚妄法，坚受不可舍的例子啊。类似这种例子还一大堆啊。那刚刚这个例子只是对自己造成影响哦，还有一种是对别人造成影响的，那这个就影响范围更大了。举个例子来讲啊，有些人呢亲近法师久了啊，比别人多懂一点佛法，那志工也比别人多做久一点，啊，再加上有一点头衔和名相，啊，虽然佛法知识、理念、经验都有所增长了，但是只要稍一不慎，就会在言行间的因扣谁了，台湾话说扣谁了，靠势啊，而流露出自己高人一等跟那种趾气气扬的那种气焰出来哦。这种现象在人群中也是随处可见的，修行团体也不例外啊。他自己不知道，但是旁边的人好容易察觉出来。今嘛跟他就请台湾话讲，今嘛跟他就请他自己不感觉啊。以前读书会我们有讲过哦，有些人呢，这包括我们自己啊，之所以会有习气显露出来，其实那个不是故意的，而是没有能力不显露习气，是能力不足了。我们也不希望这样子显露出来，让人家看不顺眼啊，对不对？是我们能力不足，控制能力不足啊。那我们当然要善解跟体谅嘛，因为凡夫性就是如此啊。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们一样能够善解他，是这样子哦，是能力不足哦。一旦碰到对他不能善解的人，对他就有误解了嘛，不是吗？那有误解就会形成嫌隙嘛，结果彼此就互相结恶缘了。那也有些人呢，为了要把活动或事情做得有声有色啊，就会求好心切，因为他责任感很重嘛，所以在不知不觉中，他会显露出怎么样？疾言厉色的这个声色出来哦，很急呀，虽然他不是故意的啦，但顺口讲出来的这个重话，已经伤到人，伤到别人，自己不知道啊。这个也是在人群中的经常出现的现象啊，那这些现象的追根究底，就是出自潜意识的我慢心。做久了，志工做久了，学佛学久了，比别人多懂一点了，就开始有一种我比你行，我比你懂的那种我慢的心态啊。那我慢就是态度骄傲嘛，是一种习气，也是一种虚妄法。这种习气如果改不了，也是因为身着虚妄法，坚受不可舍，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佛法流传到现在是2500年了，前面的1000年是正法住世，是正法时期啊。佛教里面讲正法时期，那这个时期呢，大部分人都正法入心哦，也能如法修行哦，所以解脱的人很多。那最后500年呢，也就是我们现在啊，是末法时期啊，因为这属于什么五浊恶世，所以也是坏劫时期，大山灾小山灾一大堆，灾难人祸一大堆了。不但这个灾难多呢，正法已经在人们的心中呢，逐渐的退去了，因为邪魔外道很多，险恶惑众，
虚妄法很多，所以正法被人遗忘了，甚至没有兴趣了。然后大家都被人我是非啦、意念无明啦，渐渐的占据我们的脑海啊。那这个时期呢，是非混乱啦，是非混淆啦，人心险恶啦，道德颓丧了，世风衰败了。虽然物质很先进，科技昌盛了，现在啊，然而人们的精神呢，逐渐失去依附而往下沉沦呐。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啊。哗众取宠啊，显易惑众啊，似是而非的邪知邪见如恒河沙啦。尤其透过网络的传播来荼毒人心，加快速度，不是吗？尤其现在流行 AI 人工智慧啊，那更是真假难辨呢，诈骗事件层出不穷啊，防不胜防啊。那佛教虽有兴衰的时刻，但正法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不会因为时间而有所改变的。所以浊世中还有清流，原因在此啊。只要有人心中有正法，现在就是正法时期了。你心中没有正法，现在就是末法时期了。所以有一次证严上人在开示时问大家：请问现在是末法时，现在是不是末法时期呀？现场300多位资深干部都异口同声都是。有人甚至觉得说：证严上人怎么问这么简单的问题呀？然而证严上人回答说：不是。大家都是，上人说不是，大家一顿错误，怎么不是呢？上人接着持示说：只要人人心中有正法，现在就不会是末法。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一直是身着虚妄法，坚守不可舍，那即使你生活周遭有正法，你也是处在末法之中了。好像我们讲的，生活周遭充满了佛法，但是碰到问题拿不出一点办法啊，对，一样的意思啊。所以现在是正法还是末法时期，我们要问自己的心啊，你是处在正法还是末法啦？心念正，则所修的法就是正法啦；心不正，则所修的法就是恶法。这个道理也是存乎一心。水之时啊，有一次上人在开示中说到，他说有一些人啊，有缘接触正法，但却不懂得珍惜啊。有些人虽难得有珍惜的心，却又因为三心两意不能一心一志，而入法很有限。这是因为心中还存着身着虚妄法，坚守不可舍啊。这也是一种执念跟放不下啦。这句开示也是在提醒我们不要深深执着在过去自己心中存在已久的不正之见，而对自己长久以来习以为常的修炼方式呢，无法舍离，无法调整。所以知见是牢不可破啊。能听闻正法虽然是立基上智之人然而虽表面上能够听闻正法，但由于本身浊障未除大机未弃这样要正法入心也是难。所以原因很多了，不是只有单一的了所以才说心门不开，正法难入心门太小，大法难投心门小，烦恼就大；心门大，烦恼就小。这个是在比喻根基狭小、心存定见的人，这样的人要入法非常困难。所以不只是不要有妄知妄见，更不能有邪知邪见因为知见不正或者知见颠倒，就是一种见浊。五浊恶世不是吗？这个其中一浊就是这个见浊嘛。有见浊的人，他的言行造作就会邪里邪气，浊气严重。所以佛陀当年要畅言这个大乘法之初呢，舍利佛他们这些弟子难免有人无法舍离原先修炼的那个声闻缘觉的二乘法，舍离不了自然也是很难入菩萨道的一乘法嘛，造成陷入知见的丛林而满心疑惑嘛，难以处理嘛。这就是正法入心的主要障碍
所以心无正念的人啊，会因为心中充满负面、悲观、消极的思维，而难有正向、乐观、积极的进取心啊。所以培养正念的思考习惯，也是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要做的功课啊。只要让正思维充满在我们的八识田中啊，自然而然就没有身着虚妄跟坚守不舍的障碍了，没有这个障碍了。因为正念充满其中，邪念没有空间进来的啦。这样就是去妄归真，舍妄取真啊。学佛不能够进步的主要原因之一呢，在于自己不能放下知见跟解脱知见啊。对任何人跟事啊，都成见很深了，容易起分别跟执着了，造成所学呢，都变成意识形态上的知识跟定见。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法执啊，这也是一种所知障啊，所了解的变成自己的障碍啊。印顺导师呢，曾经自述自己讲，自己刚出家的时候呢，老和尚，印顺师公的师父，老和尚总会交代一些你没有任何可能完成的事情，他只告诉你，你去做吧。结果当你想尽一切办法，绞尽脑汁，好不容易把它完成了，很高兴的要告诉老师傅的时候说，却发现老师傅已经把这个事情忘记了啦，就好像没这回事啊。每天你做事，老和尚永远说你是不对的，你是错的，把你所有的信心、所有的自尊心跟所有的自认为对的定见呢，都击得粉碎，让你觉得非常的挫折，非常的不近情理啊。后来呢，印顺导师才说，后来他自己讲，我才了解啊，原来这个是师父治我们凡夫我执我慢习气的一种训练的。他把你长期以来脑中建立起来的自以为是跟牢不可破的东西击得粉碎，让你放空之后再产生自情自信啊，然后把你真正的自信心、真正的智慧啊，从内心深处激发出来啊。那看了印顺导师这段自述，令人感同身受啊。以前我在碰到一些明显别人不对，而我是受委屈的或冤枉的一方或自认在做一件很对的事情在诉诸或报告上人的时候，上人的处理方式也是让人感觉不公平跟不近情理耶，甚至会无法理解呢。后来耳濡目染，接受明师一圣佛法的熏陶跟教诲了，慢慢才恍然大悟，一切都是自己的凡夫性使然造成难以受教。后来我开始学习放空自己，不轻存定见才慢慢体悟，这是一代大师以睿智教育弟子的训练所以以前我们讲不是说放空自己才能找到真理嘛，就是我的体会是这样子的。我们唯有虚心受教，谦卑学习也能不耻下问，以能问于不能这样才能将大觉者所传授的真心佛法照单全收一般来讲学问地位权力大的人比较容易犯上真上慢修行团体里面也是一样人如果心态上经常唯我独尊，常常自己感觉高人一等，让人不敢亲近你，身边自然就会缺少善知识，这也算是一种欠慧欠慧也是无明人一旦无明，就没有自知之明那心不清智不明就造成盲点，这个是一个恶的循环佛陀曾经以陶罐来形容4种学佛的人第一种是破洞的陶罐，破洞破空去听进去的法马上落得金光破洞的陶罐。第二种是裂缝的陶罐裂开而已，没有破听进去的法没有马上落光，是慢慢的落光。第三点是什么？满水的陶罐，这个都聚拢满满
心中装满了自己的知识、定见、主观，而没有空间注入正法，这叫做满水的陶罐。第四种是既不破洞也无裂缝的空陶罐。这种陶罐呢，随时可以净空自己，所以也可以随时注入清净的法水，不但对内净化自己，也可以随时取水出来净化别人啊。那这个第三种人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身着虚妄法，坚受不可舍啦。这样子的人呢，容易恃才傲物，自视甚高啦，也是满水的陶罐的意思啦。表面上是自信满满啦，实则是自满啦，心中充满我见跟我执啊。那我们要学习第四种人，放空知见，心空无见呢。这样的人，即使碰到再难解的问题，他也会自转法轮，而问题变菩提呀，黑暗变光明呐。即使偶有烦恼，也能应过即放，而心上无痕，不至心中啊。船过水无痕的意思啦。那这样的人会因为随时能够让自己呢保持净空嘛，心无旁骛啊，没有杂念啊，观察事情或判断事情，他不会做下结论，他很理性很客观，所以也很容易接近真理嘛。所以我们生活中如果要过得清安自在，根本知道必须先放下你的身段，解脱烦恼。要解脱烦恼，就要先学习事事看得开也放得下，放下就是解脱啊，解脱就是自在啊。所以放下我执跟我见就是一种解脱嘛。能做到这样，就要先练习什么？放下知见，去除我见，心空无见，这样烦恼才有可能跟我们说再见。好，我们今晚读书会身着虚妄法，坚受不可舍，就讲到这里。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